拍了那么多集哦，这一集真的很难得，能够收出这么多张椅子，让我们工作人员休息。哒哒。来，拿过来，给我看看这期有什么特别。OK， 一对夫妻呀，感觉很恩爱哦。然后呢，能装东西的我都爱，向左走，向右走。什么叫向左走，向右走？那我是要向左还是向右？向左吧。Hello， 我是李威林，今年71岁。我是 Esther， 我们结婚有接近40年了。我们搬来这边大概有20年了。我觉得我现在的客厅是没有办法形容的，没有办法用字来形容的。我想办明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想要改变，家里太乱了。请进。哎，为什么这片东西的？上去之前有跟我讲说向左走，向右走。我起初以为是我进到门口的时候要左右这样没有路给我走，然后才能够找到主人。其实不是啊，因为它整个格局是左边跟右边而已。所以我在看当下也没有真的很多东西到我没有办法走了，还蛮放心的。怎么有人在啊？不敢见我啊 ？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有人在。主人呢？主人不要出来啊！你好，哎，你好出来啦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你 ，Esther。你好，来，慢慢来，好啊，来，在这边好啊，你站中间啊。怎么称呼你啊 ？David。说你们是两夫妻住在这个房子。我实质进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在铁门那边有围了一个不懂什么东西，藤还是什么，是作用在哪里？Privacy。你是怕人家看到你家里乱，还是你家里有什么宝？啊，乱。你就好意思给我看？因为我要看你嘛。啊，你要看我啊？但我不想看你的家了。OK， 我还没有真的了解你整个家到底问题在哪里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你们身后的这些植物，这些植物是谁种的？是谁种的？我种。又是你？为什么你种那么多植物？不懂了，我喜欢植物嘞。但是你没有觉得那植物都不漂亮嘞？给你种到。不是，之前是它很大了，长出去，然后我就跟它修到这样子啊。你需要的是吗？一定还是要的啊。在家里还是要最好是有了啊。哦，最好是有啦。然后我还注意一样东西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你的家里哦，好像很多椅子？你们2个人住的是吗？就是有些是拿来放脚了。放脚？我这个可以做了吗？这个可以。安全的。所以你是这样子做？啊。会掉了吗？哎呦。脚拿高。脚拿高。啊。这个拿来放脚。好，这样1张了吗？对不对？2张。这谁做？我做。你的行动不是很方便，你这样子安全吗？我觉得这样上来，而且地很低耶。你看我这个年纪上来都很辛苦，而且你看它摇动，你起来说很危险。如果你的行动不方便的话，扎马。这个太太很毒哎，他要你扎马。他要练吗？练他的马舌才有力走路。Esther， 要练是对的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椅子不稳啊，跌倒啊更麻烦呢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椅子哦是尽量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做了。还有一个东西，我是觉得更奇怪的，我不懂为什么我一进来说我随便，因为我通常我拍这么多间屋子哦，每一个箱子里面哦都有杂物的，但你家里有东西很奇怪的，空的，空的，然后我随便抓一下空的，我随便抓一下，空的。没有啊，哪里有东西空？你有，我看突然拿起来就知道没有空的。哎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这边空的，然后这些牛奶罐全部空的。解释谁的主意？为什么家里这么多空的罐子啊、箱子啊？谁的？谁你？又是你，又是你。本来是要丢的哈，可是我觉得说。环保啊，再用多一次。他环保意识是很久了，但是问题说他的观念错了。他是环保在家里，而环保的东西是应该是搬出去外面
让人家去环保，不舍得丢掉。为什么不舍得丢掉呢？因为没有厨哦，所以需要到盒子来装。没有厨。你倒是说到一样东西，我注意到，真的是没有厨哦，你的客厅。那当初为什么不要做厨呢？把这不够。哦，那时候因为就想说不要做这样大的装修，所以这些盒子就想收这些盒子来收纳你的东西是吗？啊，对。对不对？你是因为有轻微的一些中风是吗？之前对，去看医生吗？我觉得他不大清楚。哦，你就留意到，所以带我去看医生，然后确诊的是他是有轻微的中风，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发作是吗？对。然后就在最黄金时段的时候呢，把你救了回来是吧？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基本上在家里这些行动的位置呢，我觉得也没有很理想了，因为你摆了很多不必要的椅子。我现在只看到这边，我还要想看看另外一边。我觉得另外一边我觉得一定有很大惊喜的，能跟我过来讲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看到那边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、6个、7、8个的这些小型的微波炉啦，那边还有更大个的。请问你收这些微波炉还能用的吗？这2个可以用，然后那2个不可以用。那边的不可以用。你看，你都没有来用，你说可以用，但是你拿来放一些又是空罐子，里面空的东西再加空的罐子，这些你看都是空罐子，这些空罐子又再收来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出去带东西出去也是用这些罐。那准备什么？有人来收就是那个人就是我了。然后更奇怪的是我看在这边，我不懂你收这些，这个是花生的。这个有时因为这个不会漏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讲，重点是你说这个不可以丢，现在到你讲不可以丢。他说不可以丢。我的这个他东西全部不可以丢，因为有时我们的那个处理剩菜分菜那些有水的哈，就放这个不会漏水嘛。OK， 这样这个是，然后这些呢？这些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用，因为用几下就坏了就换哦，时常要换的。那个它的带很容易断了。所以你说这个是因为要环保。我顶不到它，因为这个的确环保是好的意思。然后这些呢？这些都是这些垃圾袋，你看，又全部是垃圾袋，都是空的。垃圾袋绑了丢出去。能够收纳的它都收起来，不管纸袋啊、盒子啊，从小到大它都收起来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能够装东西的我都爱，我明白了。天哪，这边才是大箱子，我可以看一下这门吗？可以啊，一样的，就不再收了。我晕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祝你好运了。你要想办法把这大箱子丢掉，要不然你没有好日子过。不可以丢啊，哪里可以出门？我哪里敢丢他的东西？他的东西就是他的宝啊！哎呦，你真的是 OK， 你为什么一直不敢跟他讲？真的，一讲你就骂他的为什么？就吵架。你吵架的原因是因为你很坚持要收这些箱子。我要用的东西哦，他不知道，他就跟我丢了我要用没有的用，变成我好像一个兵一样，很喜欢收东西，怕用的时候没有的用。那责任又来到你这边了哦。他找不到，他就以为是我丢掉，其实我没有丢掉他东西，我把他东西全部放在一起，只是说可能找不到他要的东西。其实李伟，我觉得我这样从刚才到现在这样看来了，你很爱他嘞，真的。其实你要很感恩，有一个这样爱你。然后，哎呦，我就是知道你，哎呦，我知道你很爱哭。为什么你突然间哭起来？有时候觉得说我做的是多余的。说你做的多，我这个画面很好笑，一个哭一个笑啊。真的，我一进来我感觉到这个家是充满爱的，就因为你这个爱才允许老婆能够一直收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。其实你的溺爱害到他了，就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个节目才要进来。我们加减乘除的制作团队可以用正确的爱的方式来教导你，来帮你。在我们帮你之前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2个有什么要求。哇，收纳的地方，收纳就是有很多点出可以有午休午休，然后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吗？一个饭桌饭桌对吧？虽然你们家里只有2个人，但是也需要一个饭桌，能够2个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吃那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嘛，是不是？交给我们没有问题。汉伟大哥，哇，今天那么轻松啊！
我们今天要去帮怎样的家庭呢？因为今天这一对老夫老妻啊，真的是很可爱，尤其他老婆是环保人士，而且是香香公主。哇，那这样我的鼻子是不是有福了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哈哈。 ？OK。 我是 Sean， 设计是用创意打造舒适、实用又富有美感的空间，提升生活的质感。到了就是左边这一间，哦，哎，汉伟大哥，为什么他的铁门上会有这个东西的？隐私，它里面很多东西不可以给邻居看到，隐私的遮住很好笑。幸好他的邻居不是我，不然我看得到。还有，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们啊，主人很爱哭了，小心点啊，不要乱讲话。小心一点，不要乱讲话。大哥进来，请进上。OK，什么感受？好，第一个感觉就是东西是很多，所以如果说是讲没有灯光来讲的话，这个整个空间会看起来很暗。如果说讲餐桌来讲的话，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 proper dining 的一个位置，对。然后如果讲要舒服的躺下来享受一下，也没有一个 proper 的位置。很好，对，你说的很好，你都看得很清楚啊。是。我自己也觉得他们摆放东西的位置呢不对，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椅子，然后旁边门口这里堆满了很多东西，这边也有椅子，那边有椅子，真的是太乱了这边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你们过来。奇怪，为什么我讲奇怪？那天我来的时候啊，没有地方走路了。今天有地方走。来，过来，来，慢慢来。 Hello， 哇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哈。你们好。好，我们的 designer 哈，Sean 哈，今天来帮你们的哈，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会有地方给我走了？为什么你去打扫啊？啊，对，因为我怕等一下没有地方站。你怕？有心啊，有心不错。是很有幸，这么多年后他才怕，早都应该怕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呢，我来的时候呢，这边是没地方给我走的，然后很多的箱子，纸皮箱，所以我讲的香公主呢，不是香味的香，是纸皮箱。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汉伟大哥为什么说 Esther 是个香公主，可是，一旦进入她的客厅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到她真的里头有很多箱子，所以被称为香公主。听一下主任的想法，你们想要这个客厅里面有什么功能？第一是什么？休闲第一个是休闲啊，第二个呢？收纳，收纳，还有呢？还有种花的。哦，种花。种花。对。哦，难怪它这里后面。对，它需要种花。三个，还有呢？还有喝茶的。哦，喝茶的地方啊，是你一个人还是跟老公一起？啊，又是他，说整个客厅都是为了他而做。对呀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在客厅做些什么呢？我只是想可以休息的地方呢。那我看到在那里还有个书桌，你们平时会在那里做些什么？在那边有时看书，有一个点不到了。 laptop 啊。哦，所以你们也需要一个空间、一个书桌，让你们做一些其他东西，让来读书。啊，对。 OK。Sean，怎么样？你听了以后，你觉得有信心吗？这么多的一个功能能够容纳在这个客厅里面吗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还有休闲、吃饭的地方、种花都可以啊。都可以，是。怎么？你们听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所以 Sean，这个交给你了。可以。 OK。 我是 Ray， 整理不只是收纳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取舍，深入了解自己的过程。欢迎 Ray， 欢迎啊。OK， 你觉得这个家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发现到有很多盒子、袋子，而且进门的时候好像看到了很多鞋子在后面。你就看到鞋子啊？ 隐藏的蛮好的。哦，因为你们家里只有2个人对吗？谁的鞋子比较多？应该是我的。你的哈，你几双鞋子？几双而已。也是有哈。好，我们来验证一下，看谁的鞋子比较多。但在这之前呢，我需要就是刚才何门讲的一个重点，他家里很多椅子，我们先把椅子一张搬出去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小帮手帮忙，好不好？先暂时把这些椅子先拿开，好吗？还有，你懂不懂？这2个呢是他们的储藏橱来的，小的哈，没有得用的，不能用的，所以我们也请小帮手暂时拿出去，好不好？ OK， 我们现在暂时呢把椅子都搬出去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慢慢的看一下你们到底鞋子收了多少双。来，
目前为止这样看都是应该是 Esther 的，啊，对 Esther 的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啊，这边还有哈，还有下面是我的，下面是你的，下面是你的哎，这边是有1、2、3，这个厨是你的。哦，像我们先处理 David 的，你的鞋子其实真的不多哎，基本上我这样看哦，鞋子还能穿的哈，好像只有只有这双这双2双，两双，你看这2这双双不行了。都不能穿了，对吗？你看都已经这种已经坏了、对破了、皮已经发霉破了了没办，法然后他们这双你看，而且你看它的脚底这里那鞋底都裂已经裂了了，然后所以穿的时候其实对脚呢其实不是很好。而且走路一般可能那个底会掉出来。对啊，有时啊，弟弟呢可以穿，哎呦，你去迪呢穿这个东西呢飞进你的迪呢怎么吃？对，你看没办法了怎么穿呢？这种反正应该丢掉买一因为他双新说。很好穿，所以他不舍得丢。已经多久没穿了？有几年了，几年了？肯定的2、3年了。这种皮类的通常就收了几年，如果没有用到，很容易就会裂掉。对，然后真的这样子在穿出门的时候，它底一定掉出来的，肯定掉出来的，到时候就很丢脸的。我们现在把皮鞋丢掉。 OK，那运动鞋也是可以丢了。可能其实这个呢，因为是运动鞋，我们可以拿去环保， OK，再循环哦。对，循环对他们其实可以拿来做那些 running 跑 track 步跑道对的。跑道对。哦，OK，那我们需要一个运动鞋可以环保的纸袋。对，那你只有2双鞋子够穿吗？1双球鞋，1双拖鞋够吗？够了。够了哇，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男人。哦，OK，那这2双就。好了，不要，我是不是讲错话？当我看到 David 哭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在想，我有说错话吗？因为我只是说他是一个很简单的男生哦。你有讲错话，他是个很你让他简单的一个开心男人吗。本来4双剩2双更可怜的是吗？不是啊，啊，那为什么？当然就是讲到他的幸福 mean boy，所以他很感动。其实真的，David 的这个我们留，好，这个是留的，OK。好，这个是什么鞋来的？我也不懂叫什么鞋，不管你什么鞋都好，这个鞋都已经烂到这样子了。不要了。不要了哈，OK。收跟刚才的到这个是收到忘记了。说其实呢，很多人就是因为鞋子通常买就是有鞋盒，对吗？对，对，问题就在于，因为在鞋盒里面，我们就很容易忘记。所以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都是摆放出来，这样子就不会忘记。才不会忘记。对，只有把那些比较，比如说贵重一点的，或者可能比较少穿的这种美美的鞋啦，特别的场合穿的这种就收在鞋盒里面就 OK，这样子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。对，新加坡很潮湿，鞋子很容易变质。如果你有一些心爱或比较贵重的鞋子，可以尝试使用一些干燥剂来保持它的状态。刚才这2双呢，跟刚才的那2双平底的是一样质地的，一样牌子的，只是颜色也是一样，黑跟褐色，对，只是高度对不太一样。这个因为这个2个其实是一样的，是吗？不是啊，一样不同颜色，因为有时我穿不一样的裤子就穿不同的。像这样子的话，他既然这么喜欢这2双了，是不是可以给他收着？因为它只有2个颜色搭配，是可以这样做吗？我觉得是可以，目前是可以。好，这2个我们暂时给它留起来。好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处理哈。好，这一双就比较特别。这个是收藏的。什么叫收藏？开始的时候有穿了，可是现在有年龄哦。它也是生锈了。全部生锈到完了，你看到吗？已经坏了。不是因为要穿了，而是因为喜欢买的。因为是喜欢，他不打算拿来穿，我们就可以很像把它当做很像摆设这样子。这个可以留好。对，我们这个留。现在是哦，这些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你们还不知道。现在是哦，这些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你们还不知道。他家里很多空罐子，OK，空箱子，你看全部都是空的。好了，这些空的箱子啊，空的罐子啊，还没有用到，你要用来做什么？收纳东西啊。收什么？就我说的，因为他家里完全没有橱柜，对，所以他用这些来当做是橱柜来收东西，但是拿了箱子又没有摆东西在里面。但重点是他留这些箱子到这么多年了，完全没有拿来摆放的东西。而且这些纸箱、纸皮呢，收久了1、2年了，有时它们会有害虫啦。里面已经破洞了，这个可能被蟑螂甚至是其他
虫啊咬破的，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好的。对卫生也不好，对吗？那你收这些箱子说可以装东西，请问收这些小罐子能装什么呢？这个人就好像来，啊，有时他出去哦，他的药就要带出去，因为他看时间吃药。收集这些盒子啦、罐子来环保废物利用，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方法。问题就在于，如果你累积了太多了，然后你忘记掉你有什么了，而且你没有办法去利用那些额外多余的话呢，就摆放在那里也是等于浪费。所以更好的方法其实是把它们拿去环保。而且这些你收很久了之后呢，有时候它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然后你用来放药，药最后要吃进嘴巴里头了，所以不是很健康的。这个我觉得根本不要考虑，我们就不要再收了，好不好？他的老婆决定要把东西丢掉的时候，他就转头，他就在暗笑了嘞。我觉得他心里是开心的，他觉得至少他终于有一个像样的客厅，有一个能够让他能够休闲的客厅。我觉得我看在眼里，我觉得还蛮欣慰的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就那些零零杂杂，不是零零杂杂，这些是另外一些铝材的东西，塑料盒、空盒子啊，塑料中有塑料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太厉害了呀，都是一些盒子。我们大概给大家看看就好了，来，真的都是一些盒子。所以这些拿去环保好不好？一箱箱拿去环保，不用考虑的，好不好？现在你懂了，这些不要的盒子呢，全部呢我们再循环，这个我交给你做了，好不好 ？OK。那这个墙壁上的这个牌呢，你还要的吗？要。哦，要 OK 啊，这个我觉得。那我们祝你马到成功，成功妮妮做到了。我们过来这边看看，这个收住这边还有很多东西，来，我们过去那里看。嗨，来到这个区块的一样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椅子？椅子很多是有原因的吗？你们收集那么多椅子，这个不是留着了，你要留着，你要留着。这个因为不用人家帮我扶脚哦，我可以做sit up 啊。你是躺在这个沙发上做 sit up，就是说你的你脚放在哪里？这边啊，这那边啊。哎呦，有危险了，那勾到骨折你才知道。它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好，要保持身体健康，做一点运动。但是重点是用这个来做是不对的，要用对的器材才能够帮到自己保健嘛。所以这个方法我绝对不允许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椅子我们会给你更适合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，好，我们快点。 OK， 来，快点，趁他还没后悔的时候，快点搬掉。哇，真的很多椅子哦，这些小小的椅子。这些就搬走啊！你们过来一点点。在家里哈，Esther 除了这个大宝贝而已了啊，另外一个宝贝就是你的植物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嘞。但是他这样处理他的植物是对的吗？家具可能用的不是太适合了，因为这个是用木的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什么家具因为这？个是桌子嘛，对哦吗？它用的是木的水已经进去了。哦，如果我们想在家里种植物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摆放盆栽的架子，而且浇花过后必须确保没有积水，这样能够避免蚊虫滋生。种花种草的地方我们处理好了。好，我们这边也是刚才David 说的所谓的他的书桌。这本来是你要的书，是你要还是你要书桌？我要的，就是但是他东西放了都不可以用。都没有机会给你用到，对不对？摆到满满是吗？那边有很奇怪的东西的，我不懂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的。你跟我过来看就知道了。那些computer可以搬走吗？这样你把 computer 搬走。David 终于有一个要求了，就是把 computer 搬走。这里Esther 要求我什么东西我考虑，但你讲什么我一定帮你，因为你东西太少了， OK，来我一定帮你。喂，我以为椅子已经搬完了，还有2张原来还有哪里？这边还有一张啊3！张哦。来，小帮手帮我先拿出去，谢谢。所以你们通常都在这里用餐吗？哎呦，哪有位置给你们用餐？就有啊，就这样小小的。拍走。可怜哦。 Hello， 这些是什么啊？2021过期了。好，不要了。不是药啊，这是缺药，不需要了。有效。2016年蜂蜜没有过期的，有拿来擦头发，擦头发当家用。 gel 啊，当 gel 来用。对，这个擦头发小心啊！等下本来有头发了，擦了之后你根本都没有头发。蚂蚁全部来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看到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啊，妈，它的纸巾啊堆到比我高啊！你看，很多，哇，很多嘞，很多。来，我给你看，哇，有一点离谱的多，有几个。而且是挡在这个走廊那边的。来我们来摆一摆看到底有多。还有吗？应该还有吧。后面还有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吓死人了，这个。有点离谱了。好了，夸张了，来解释一下。谁用比较多？ 2个都用很少。我猜是你用多，因为你整天哭，是不是？
这些是打油送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打油的确是，就是这个至少都已经收了几年，是不是？但收了为什么不要用呢？有用，但是少用。少用。因为好几年了，所以可能其实可能我们开一盒看一下它的状况怎样，因为有时候会坏吗收？T 恤会变会坏吗？黄的，对，是吗有时会。我不知道，看一下状况 OK 吗？我抽一张出来有没有变色。哦，真的有哎，你们看到吗？不可以用哦，这些。看到吗？对，所以其实可能这些都不可以用了。已经发霉了。这些呢，也其实不适合环保或者去，再循环啊对循环其实不这不可以用啊适合的，因为已经肮脏有。如果我们去循环的话，他们也是没办法再用好，所以其实真的是浪费。很浪费，所以有时候油站如果真的送的话，你家里很多的话，不要再拿了。因为你拿了你没有用到，可能有些人需要你，反而人家拿不到。我觉得就适可而止是最好的。这个 kitchen towel 我觉得还好，因为这样子看得到是还 OK， 就不要浪费，是不是？在收下赠品之前，我们必须考虑家里是否有空间，而且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件物品。Esther，我真的替你感到开心了。刚才我们吃饭1个多小时哦，你用1个多小时把这个角落的东西全部很快的断舍离，你真的学到东西。是你们教导有方。这个客厅从一开始的杂乱，经过一整天的整理，终于看到了很多空间，也看到了 David 跟 Esther 脸上的笑容。我为 David 和 Esther 设计的新客厅的风格是静奢风 （Quiet Luxury），就是说我们是用豪华的一个设计，但是却不张扬。哇，这听起来很适合他们这对夫妻的性格哈。对简简单单又不喜欢复杂哈。是。那在这个设计里面融入了什么元素呢静奢风来讲的话，我们是利用米色，再配一点香槟色。 ？OK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用一点金色线条来搭配这个整个设计。所以你会用灯光来做一点设计，对吗？我看到。对，是我们会用一些 warm LED 来打出它的这个设计，会比较舒服的感觉。简单又不复杂，对不对？对。Sean，这里的家具琳琅满目，那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的家具来搭配 Esther 跟 David 的新客厅呢？哦，我跟 David 和 Esther 设计的风格奢华却不张扬，所以我们以浅色为主，所以我们选的家具就要以这个颜色。 OK， 那我们去选家具吧。好 ，Let's go。Esther 跟 David，你们觉得这个沙发怎样？不错嘞，我觉得 OK 的。 OK， 只是说这个沙发太大了，不适合你们的客厅。那刚才我看到那边还有其他沙发，我们过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们要求的。OK，Let's go。Sean， 你觉得这个沙发如何？我觉得沙发可以，它是皮质，而且精致低调，很适合 David 跟 Esther 的客厅，而且它很方便，它只是需要按那个钮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自动的那个躺椅，所以很方便。哦，这样也不费劲，对吗？你躺下来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高级的电影院一样？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我们已经选好了沙发，我们去看其他的家具吧。OK？好来走。 这个都不错啊。哎，我也是觉得不错哦。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，而且呢是圆的。你们坐在这里呢，能够团团圆圆。对。这个桌子的话就不太适合你们的客厅，因为它有点太大。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一张桌子，很适合你们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来，走。就是这个桌子了了，这个大小就很适合你们两个，也很符合我们的设计。我发现到这个桌子能够延展嘛。 对，因为平时只有他们两个在家啊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是新年或者是有客人来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拉长一点。哎，那这样空间真的是更多了。是，呀，这样白色会不会很难打理？不会，
因为它的桌面是sintered stone，它防污、耐磨也耐高温，很容易打理。哦，其实这个桌子呢是很适合 Esther 的，因为她本身是喜欢喝茶。那如果不小心把茶水倒到这个桌面上呢，其实是不会沾到这个桌面。Sean， 你真的是非常用心，因为他在选家具的时候呢，真的是有考虑到你们的生活习惯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一起来，1、2、3 ，Yes！David Esther 怎么样？你们兴奋吗？你又要哭了，你哟，他又很感动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看到这个客厅哦，你会更加感动的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好了，来，来，请进，来，来，万然一心哦，这么多我的东西啊，收纳了。怎么样 ，David？什么感受？等很久了，等很久了哈，黑等那白，头白。我觉得好像哇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。嗯。整个改变了，不是我家吗？你没有进错，这的确是你家。之前就是香香公主嘛，到处都是箱子，对不对？现在完全没有，整整齐齐、漂漂亮亮哈。Sean，good job。谢谢。Sean，你为什么会给 Esther 他们家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这样的一个设计？我的设计是金色风，然后颜色方面来讲的话，我是用米色、白色来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比较明亮，也比较柔和。我也配了一些大理石纹，也是用了金色线条来一起搭配这个设计出来。我们全部的厨我们是用了低甲醛板 Eco Plywood 所以它甲醛是比较低的。而且我注意到你非常非常细心的。之前知道 Esther 很需要储藏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真的是从门口嘞，对，做到这里，然后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。等一下他带你去后面看，真的很多很多，你看了真的特别开心。而且你很细心的，我注意到你做的都是这些圆形的客房。对，因为因为他也知道，因为 David 是行动不太方便，如果不小心走到撞到是很痛的，很痛的，对。所以我们从大门进来的话，左边你会看到的就是我特地做了一个座椅，就是你们方便脱鞋穿鞋，然后接下来的话，也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收纳柜，然后下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，它是悬空的，所以悬空的地方就是方便给你们放鞋，给你们通风，你们再放回进去橱里面，细心的，很贴心。还有这里，来，过来。Sean， 这一面是隐私墙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这样的一面设计？因为之前我遇到 David 跟 Esther 的时候，我有听到他们有想过，就是他们不要人家在外面看进来。所以你们现在在家里啊，多恩爱报纸，外面人看不到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镜子，你们出门之前呢，还可以照一下，看自己是不是很帅，自己是不是很美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是。然后Sean，你还是很细心的，你不只照顾 Esther， 你也照顾了 David。对。我带你去你的天地，跟我来。来。David， 你终于有自己的小天地、自己的空间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里。Sean， 为什么会设计在这里？因为我记得David 有讲过，他需要自己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读报纸啊这些。然后他也是有提到说，他有一些收纳的地方，摆设品，所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就很适合他。然后摆设品的地方，这里也是刚刚好有一个地方给你放你摆设品的。很可怜的，喜欢吗？没有，很可怜，整间客厅哦，全部都是 Esther 的东西，只有这里是你的摆设品，好像很可怜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对。有，你要说什么？我要去喝茶了，然后让他自己在他这个角落。就不要来烦你就对了啦。其实也对，如果他讲喝茶的空间，你的空间在那里，然后 David 的空间在这里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喝茶的空间嘛，对吗？来。Esther， 在这里你就能够喝茶泡茶了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开心。多少年没有好好坐下来吃饭？你们两公婆，讲真的，多少年了？近几年了，这几年都没有而已啊，这几年没有而已啊。全部自助餐。什么是自由餐？对，自由餐，自己拿来在这边吃了。过去这句话是有意思的哈，就是说这样煮然后就是没有饭做了，有的你没有了。现在终于不用buffet了，现在是2人世界了，烛光晚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一个坐在对面，然后喝 red wine 啊，在这边享受。真的 Esther， 这么多年来哈，之前餐桌也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。都没有机会用到，现在有了，你会怎么好好利用？平时早餐就是
很快就解决了。嗯，现在可以在这边慢慢享受，还可以喝茶。我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吃饭哦。就算不费也可以坐下来吃，对不对？有地方，你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慢慢吃哦。终于有了好好吃饭哦。你看到身后这个马到成功是之前 David 说要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整个设计就是第一就是这个马到成功要摆在这里，是因为如果 Esther 或者是 David 朋友来吃饭喝茶这些，他们可以跟他们讲说哦，我买了这个东西20多年前，我还保留着。对，然后这两边来讲的话都是收纳柜。哎，收纳柜，不是收纳柜，非常开心，真的很多，从一进来啊到这里都有收纳柜。对，还有多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坐下来的这个长椅，这里也是一个收纳的地方。哦对。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谢谢 Sean， 真的是非常周到，而且设计的东西呢都让你们非常方便，很细心啊，真的要给你加分哦。啊，说到马到成功了哈，我们还差一匹马来帮你们了，才能够成功了。Ray，OK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？因为他东西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讲怎么收纳鞋子。因为 David 跟 Esther 年纪比较大，我们不要他常弯腰或者提高拿上去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就把鞋子大致上收在眼睛到这个 eye level eye 到 torso， 伸手可以拿到的地方。对，而且因为橱柜比较宽，所以我们可以一人一边，比如说 David 左边 ，Esther 右边。好，这样那我们就先做 David 左边的那边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收纳比较整齐？ David 哪一双是比较常穿的？穿这个。这个还有呢？拖鞋呢？拖鞋呢？这个 OK， 所以因为 David 跟我高度差不多嘛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放，因为空间很足够，我们这样子鞋子这样投进去 OK 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我看起来鞋子不多嘛，那如果鞋子多的话呢，要怎么摆放它？所以如果我们要节省空间的话呢，我们其实有一个小贴士，就是把鞋子一个进一个出这样子放，为什么呢？这样子会其实占比较少位置。真的哦，哦，这个倒是我回去想想，我真的发现有这个作用，因为我记得有些鞋子我放不进哦，我移一移哦，哎就有位了。对不要小看那半寸，其实有帮到的。对，那好，现在呢 ，David 的做好了，现在做 Esther，Esther，现在你听了 Ray 怎么做了吗？现在试试看，让你自己做。Esther， 哇，手脚还蛮快的哦，他学的蛮快的哦。啊，基本上这些是少穿的鞋子都摆在那边，对不对这个是白色的，少穿？OK，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少穿了吗？你上次你说是？你不是说你要把它摆放出来的吗摆放的对吗？对吗？这个是收藏的鞋子，不常穿，根本没有穿的，对吗？不懂有机会穿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就属于是收藏的鞋子。OK，收藏鞋子又怎么样收纳会比较好呢？所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个透明盒把透它明盒保护好好。哦对，所以比如说你看这样子，它的头比较放不了，对吗？一个这样反过来放。真的，这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它真的有那个位置比较大的。对反过来哎，这样不错嘞，这样这双鞋子好像一个摆设品这样子哦。对然后又能够收纳整齐，又能够保护好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对这个 idea 不错哎。好，鞋子的部分我们处理好了，然后把门解了我这里们回来位置就可以关。 OK，那还有什么东西要处理的吗？其实还有袜子。啊，对，还有袜子，刚才有鞋就有袜子嘛，对吗？对，袜子呢，很多人都放在房间里面，跟衣服啦、哎我也是裤啦，对吗？哦可是呢，如果你放在进出门的那个区域的话呢，更方便，因为有时候你会改变主意嘛，你会觉得哦，今天其实我想穿拖鞋，过后我就想，哎呀，算了，我换运动鞋比较好，这样你就不用跑进去房间。我觉得赞成 Ray 讲的话，如果你在出门前你穿鞋子，你要记得袜子，其实摆外面是对的，这个方法是对的。对，所以因为设计师也是设计了一个凳子，这里吗对所以凳子下面还有收纳一个对抽哦一个屉，小抽屉我很高兴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袜子收在里面。所以是建议把它放在这里的。我们是不是折袜子是有一个方式的？我们就把它垫在一起，然后分1/3来折，上头这样子，这样子 OK。然后这里呢就折进去它的这个，哦，它有一个它的那个袜子的口。对，这样子你还看得到袜子的设计。是，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啊，你看 Ray 的折法这个整齐又好看，这个就反过来，你看有时它的这虚虚地方，讲真的也不美观，而且很容易被勾到袜子又坏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好不好这样子？David 你折一双，然后Esther 折一双 Esther 折一双，用这个 Ray 的方式折一折，好不好？我们哇，Esther 真的是哇学得 A 大学 OK 生的耶，很好。是 David 可以吗？David，那 OK，可以。 David 也懂得，很好，很好，你们都学得对吗很快。
直立放吗？我们直立放，不要躺下来，因为躺下来的话你会忘记。就把它摆放在下面。对。现在呢是我们要专攻 David 了，你的小天地好不好？我过去收纳你的东西，来跟我过来，很开心的。哇，收纳文具哦，离开我好像很远了嘞。读书的时候才有文具，对不对？离我没有那么远，离你的就比较远。礼貌，真的很久没有了。因为我讲真的，如果现在要我重新再收纳所谓的文具，我可能会乱的。OK， 我们先把全部的那些笔呀，我们来分类先。对，来。这样我们就拿那个这个吗？这些全部不一样形状的。这边总共有3种不同的形状。David 是比较属于微观型的收纳性格，所以在收纳他的文具时，我们把不一样种类的文具收纳在不一样的收纳盒里。这样子简单清楚又整齐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笔的这个处理方式，好，还有剩下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些书啊、文具，现在是针对书本，其实书本不多。在收纳纸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把它们叠着放，其实这样很占空间。我们应该把它们立着放在文件盒里，这样很容易找，而且容易拿取。OK， Ray 现在把所有的文具呢都摆放在自己的家里面了，但是剩下这个家要放在哪一个家呢？文具呢，这些我们就摆在抽屉里面。OK。那摆放就整齐多了，好。对，这些文件呢，我们其实这样住在旁边呢，它就不占位置，它不占位置可是还是很方便的，容易拿取。对。那这2个就这样直接摆在桌子上吗？其实我有一个小篮子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篮子。OK。因为通常我们东西这样散散放，就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美观。有了一个篮子或者一个盒子呢，你把东西放在里面，感觉上是整齐多了。而且这个颜色跟这个桌面呢搭得很好，对不对？这样整齐很多了。到时只要放一个电脑在这边，然后一张椅子在那边，就是你的天地了。好，现在剩下就是这些所谓的一些小的摆设品，再摆在这个后面架子。好 ，OK， 现在要带你们去一个角落，是属于你们2个的。来，跟我来。OK， 桌上很多东西哦，又有药啦，又有茶叶啦，又有饼干啦，这些就是每天你们都要吃的，对不对？我每天吃药。药这些都是这个也是你的药。这个是我的药。他收的还蛮整齐的哦。这是谁收的？你收的啊？其实我觉得 David 这样子收他的药是很好，对他分得很细腻，而且很清楚，每一个小小的格子都是一种药。对，这样子他自己吃他也不会乱。所以是每天自己要吃自己懂嘛，所以自己收是最好的，就不会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呢，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些敷药的一些不常用的，对，不常用一些药水啊这些。外敷的药物，我们可以把它们直立式的放在收纳盒里，然后把同一个功效的药物聚集在一起，容易查找。所以想请问你，这个盒跟他平时吃药的盒，我们应该放在哪里呢？直接就放在这个橱里面。对，因为这个比较少用嘛。可以放低一点。低一点，对。然后呢？他的药，因为常要吃的药，就可能真的要放在这里。这很清楚哈。现在剩下就是茶叶哇，你们卖茶叶的？茶叶很多。对啊，你收集茶叶的？真的吗？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应该也是要用那个收纳盒？对的，收纳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以 S 的习惯，对，这样子分会比较好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平常喜欢喝的放在这个箱子，只有你自己懂，你自己摆放。这些这个是存货，你知道你喜欢的。好，所以这边是还没有试过的。OK， 喜欢的放这边，先选把常喝的放在这边。还没有开过这边。这个是喜欢的，好，喜欢放这边。好，这个盒子的，是不是盒子应该要用另外一个这个收纳盒来放，就不会乱？其实因为它盒子都已经装得好好的，其实不需要这个，不需要收纳盒。那我们先摆放这个他常喝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下次要试的，是尝试的。好，还没有开的，就放在下面。对，那你就知道。所以过后如果有一些还没有开的茶，也是全部可以放在这里。OK。对，然后这些有盒子的，这些是全部都喜欢，已经有在喝的，对吗？所以全部所以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功能，就是这里就是全部都有用到常用的，然后下面呢都是收起来了之后，上面用完之后，你可以用下面的来补上面的。对。
其实我们的收纳达人呢，我们设计师给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客厅，然后教你们怎么收纳东西嘛，就不要再去用错的方法来什么环保啊、循环使用，其实这样子没有帮到的。我希望呢，在这个新的客厅里面呢，能让你们2个人更加的相爱，更加开心的生活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而且我觉得 Esther 跟 David 他们学得很快，他们教我们的东西，他们很快就上手了。所以希望呢，你们能够好好维持这个地方，然后享受你们的退休日子。因为到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会回来突击检查的啊。哎，突击检查如果不成功怎么办？那些家具都会拿走。我是不会的，我是不会扔掉东西的。啊，等谁会？ This place,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. My, how we've blossomed, how we've grown. 我很感谢加减乘除给我这个新的客厅，让我学会了怎样收纳，可以改变我以后的生活。我很感谢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我现在也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，也可以跟老婆一起吃饭，不用再自由餐了的。 All the love and 我们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好像给了他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客厅，然后他们在这么完整一个客厅里面呢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2个独处相处，然后我觉得他们感情会更加的好，更加的相爱了。 This place,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.